第4点，我们来聊聊你一直刚刚在提的，风味的差异，口感风味的差异。我们从几个面向，第一个口感嘛，再来是口感是味觉，那另外一个是嗅觉，味觉跟嗅觉。那你觉得人工栽培的口感跟野生茶哪里不一样？可是因为我喝到的高山茶很好，所以这个你是老王，就要看等级。老王卖瓜，这是真的啊。但是的确还是会有差别啦。我觉得我喝到野生古树纯料的普洱茶，因为这是我平常在喝的嘛，是去跳到喝高山茶，然后的话会觉得说，的确古树茶、野生茶真的就是层次特别的丰富，是，然后身体的就是不管是气感啊还是体感也特别的有感受。是。那我来跟大家聊一下，把你的这个刚刚讲的部分精华浓缩一下。我们想先讲汤感层次好了。如果大家都有在喝过人工栽培型的，香气是比较亮的，香气明亮高扬，但是它比较单一，它不会有复杂的香气。它比如说带给我们蜜香是这蜜香花香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子过去。它的回甘度是清爽。香气也是十足，也是会搭在口腔，也是会挂在口腔里。我真的有吓到。对，回甘快，但不持久。它回甘到口腔不会像我们现在喝这个野生茶、野生古树茶，一直在口腔里面让我们觉得很舒服。那以栽培型的，它不会那么持久，会受到什么？因为是人工栽培嘛，会因为比如说施肥的状况、天候的影响、制成的状况，香气会比较明确，因为它可以利用后制、萎凋、发酵、揉捻的时间的长短，做出它香气的，它想要定格在什么方向，它可以稍微做控制。对，我刚刚就想要提到，因为虽然说我那时候喝到非常好的高山茶，但它那个香味就很固定。对，我们喝了三泡嘛，2泡是很相近的，有一泡第4泡是另当别论。对，他们香味是非常非常相近，有一点不同，但它定格在那边，所以这个是它的制成。采摘的时候，制茶师就大概知道说他要把它做成什么样的部分，所以它会被定格住，所以它会易受到制成、茶园管理、施肥的影响。对，香气明确而且固定。但是呢，野生茶它是有山林气息。以古树茶来说好了，我们对古树茶最了解。我们会闻到，常常人家喝到说，我好像走在这个下过雨的步道。我说对，我说那个闻到有点像熏香，什么是熏？方体蘑菇。他说对。那有些人不知道什么熏香，我说那你去超市买一个好菇道，把它那个拿起来闻。我说就是熏香，就是下过雨那种感觉。有些人会说，我好像除草机除过地面上那个草的味道，没错，也会有这样的味道。那再来是呢，它的汤感层次会更细腻、更内敛、多层次。然后有些人会说野生茶会有山林野韵，是像我们在讲到我们喝古树茶或喝野生茶会有何风度，对，这就是这个不同。但我这次喝到高山茶也蛮惊艳的，是，就有喝到就是山兰系，是因为那个是你讲的嘛，这是我第一次老王的茶，我第一次，恭喜你，我第一次喝就会忘不了，我吓到，明年再，的确忘不了。对，好的茶就是会让你说，打中会忘不了，就是好的茶真的会带给我们不管体感、口感、五感，会觉得说哇，它真的是这样。我们古树普洱茶的那个香味也是会挂非常的久，然后那个香气会更有层次，我觉得是会一直在变化。尤其纯料茶、古树茶，我们对古树纯料茶非常的了解。那它在采摘下来之后，因为会受到整个天气的变化、存放的变化，它会产生各种木质、草香、花香、野花香。你喝得懂的话，你一口就分辨出来。茶真的要喝。是野生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它会很深长。深长是不止于口腔，它会到喉咙这个部分，我们就说喉韵，会有呼吸之间走香气，而且很干润。嘴巴之间就有一些唾液会一直分泌，你不喝水都会觉得很舒服。再它有野性，你一喝到会觉得感觉不太一样。以一个女性来形容好了，一位姑娘来形容，人工栽培茶是像一个大家闺秀、端庄的漂亮女生，会带给你一个很柔和的感觉。但是呢，野生茶会觉得这个女生生长在野外，她有在草原上。对，有点像骑马的一个蒙古或新疆少女，有带很漂亮，脂粉未施，有点外放，也带有点呛辣的个性，但是也是有内涵，有各的不同跟千秋，所以我们用这样子来形容，可能大家会比较知道。第5点是大家最你要一直让他入镜，可是他又不喝茶。好，第5点是什么？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大家也都会知道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稀有度跟价值。对。那因为茶，我们说人工栽种的茶，它是大面积种植，所以它的产量多，再来是因为有人工干预，所以它价值是因为你是要有产量，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喝到茶的状况下，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亲民。但是野生茶来说，因为野生茶只占全球茶叶总产量的0.2%，我们很坚定的0.2%，非常的稀少。因为大部分在全世界的茶叶还是都是以种植性的为多。哇，这么少，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我们因为我们在讲台湾很多茶园，它很密集，因为它是密集性的，
感觉很少，但是因为它密集的状况下，一株我们用比例一定是用一株灌木型的茶对比一株的野生茶去计算出来的。当然我相信很多地方还有不断的野生茶被发现出来，但是以比例来说，还是目前来说我们所知道的资料上是非常少。对，所以等于是0.2%是现在已开发的啊，已发现的野生茶只占全球茶叶的0.2%。对，一直在聊这个，我们必须徒步上山采摘，对，采摘，然后资源稀少，然后也不能背着梯子。那以云南来说，大家就是像搭以前的棚架，用竹子一条条的竹子去搭梯子，围绕着树去采摘，产量稀少，也没有办法大量复制。再来是不要觉得一棵树就全部采光了，它光秃秃不是，成叶是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这么好的滋味喝的，必须采到树上，去采摘嫩叶嫩芽，一芽二三叶刚冒出来。对，刚冒，那口感会比较好。大的可能会带给我们苦涩，大叶的会带给我们苦涩，因为每种茶树因为野生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产量稀少，这些没有办法复制，所以刚刚聊到只能采一点点，所以它也是产量。再来是树，我们希望它明年还是提供给我们养分，也不是所有的芽都全部采光光，你全部采光光，它芽不能变叶，就没有芽了，就没办法再生长大的。对，或许那棵树会后来再冒，但是它不会再提供给我们明年度那么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喝好茶，要喝野生茶，必须知道是我们要跟大自然共存。因为也谢谢他们提供我们这样好东西。我们也要好好对待它，要有个平衡啊。是，采摘困难，产量稀少，也不好大规模的复制，所以常常会把这种野生茶叫做精品界的黑松露，是少之又少的东西。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外面的松露不一定是真的啊。对了，对，这个就是外面的很多茶也不一定是真茶。我们之前有做一集视频，不是说你不是阿里山包装就是阿里山包装的茶。大家要在哪里买阿里山包装的那个袋子，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这么说不代表说人工茶就不好，是因为好的人工茶真的也可以给我们身体很好的健康。是，但是你要喝得出来，要喝得出来，也有好的茶园管理的人工茶也是不错的。我们也知道这么说，我们家的茶都是金字塔顶端，应该都是。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老王？总结，人工茶是人工细心照顾出来的，野生茶是天地给的。野生茶也不一定是适合所有的人。因为它的口感比较浓郁，它的层次比较丰富，没错。那懂得欣赏的人，他会自然会喝得懂这样子的。所以茶没有一定的绝对，选择到一泡自己喜欢的茶比较重要，自己喝得开心最重要。没错，最重要是要选到健康的茶。没错。好，所以这一集我们就到这边了。喜欢我们的频道的朋友，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订阅、按赞跟分享给大家。可以多留言跟我们聊天。对，可以跟大家知道说你们的心得啊，或者是什么喜欢知道什么。不管或许某些部分我有讲的不是那么清楚，或甚至有错误的地方，也希望大家来指正，一起来大家研究交流。谢谢大家，我们这集就到这边，拜，下期见，拜拜。